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5分钟中文是一档每周末更新的中文播客，用自然的中文跟大家聊学习，还有生活中有意思的事儿。除了各大播客平台，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听带字幕的5分钟中文。欢迎大家观看和收听对了，每期的文稿也可以在我的播客网站上免费获取。大家知道我在学日语，我每个星期日晚上都会和日本老师上网课。上次上课结束以后，我的老师特地跟我再次确认了一下这周的上课时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这个星期日，美国开始夏令时，所以我们之间的时差会从14个小时变成13个小时。那什么是夏令时呢？夏令时的英文叫 Daylight Saving Time。在美国，夏令时是从3月的第2个星期日开始，在11月的第1个星期日结束。在夏令时开始的那一天，凌晨2点钟会直接变成3点钟，也就是从2点直接跳到3点，少了1个小时。那为什么会有夏令时呢？主要的原因是节能。夏天天亮的比较早，如果把时间往前调1个小时，人们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白天的时间。在一些高纬度地区，夏天的日出时间比冬天早很多，所以使用夏令时可以减少晚上的照明时间。也有人认为夏令时对夜盲症有好处，而且从生活习惯上来说，夏时令可以让人们早睡早起，更早地开始一天的活动。不过现在很多人觉得夏令时并没有节约多少能源，反而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。比如在夏令时开始后的几天里，人们因为生物钟被打乱，睡眠时间减少，睡眠质量下降。很多研究发现，那几天的交通事故还有心脏病的发病率也会提高。那中国是什么情况呢？中国现在没有夏令时。中国虽然横跨5个时区，但是全国都使用北京时间。如果你住在中国西部，当地的日出时间可能比北京晚2-3个小时。这其实也让采用夏令时变得比较困难，因为如果再把时间往前调1个小时，在一些地方生活上会有很多不便。中国从1986年到1991年其实短暂采用过夏令时，但是后来还是取消了，因为实行起来很麻烦，而且节电的效果并不明显。美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，美国有很多时区，而且不是每个地方都采用夏令时，所以在协调时间的时候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那今天关于夏令时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不知道大家住的地方有没有采用夏令时呢？您对夏令时的看法是怎么样呢？欢迎您来信或者留言分享。如果您喜欢5分钟中文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
让这个节目可以帮助更多人。如果您愿意支持我，下方也有支持链接。您的支持是我继续的动力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